现在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由我开发的KiCad iBump 插件的 AR 功能。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 AR 的图标，我们点击这个 AR 图标可以打开界面。稍等片刻，它就开始工作了。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R 的图像已经投影到了我们拍摄的 PCB 上，包括 AR 图像中的 SVG 的图片，也是可以像原来的图片一样去点击和选中的。你选中后，它会高亮，包括它这个图片可以去锁定，锁定了以后呢，它就不会再做 AR 匹配了。这时候摄像头数据还是实时的，只是说是不会再进行图像匹配操作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万用表之类的去调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如何生成的，还是原来窗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多了一排选项。那我们勾选 AR 的这个选项，然后这里要求输入 Mind 的文件，这个文件是 AR 库的一个特殊的标记文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去生成 PCB 的正反面的 Mind 文件。我们在生成 Mind 文件之前，先要有 PCB 的正反面图片。我们这里通过截图来截取它的正背面的照片。这里截图的时候，我们务必保证这个图片必须是紧贴我们的 PCB 边缘，周围不能有空缺的位置，否则它这个匹配大小会有问题。接下来我们等待截图完成。然后这里再给 PCB 的背面做一张截图。这里记得截图的时候要关闭透视模式，否则这个图片会有透视效果，导致最后Mind文件生成质量不高。还是一样的，紧贴着 PCB 的边缘去截取这个图片。但是因为这个 PCB 后面它的这个特征点比较少哈，因为它是纯黑的电路板，我们摄像头拍摄的时候会拍不清楚这些特征点，所以说这个背面大概率是匹配效果会比较差，甚至会匹配不到。那我们可以在后面添加一些丝印之类的内容来增强它的这个后面的特征，让我们的 AR 系统能够准确的捕捉它的特征。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生成了 Mind 文件了。你可以看到这个背面，它虽然勾选了一堆特征点，但是由于我们摄像头是拍不清楚这个内容的，所以说等会儿我们就不演示背后的效果了。这里我们不能直接只保存图片，一定是点这个下方的下载才能下载到 Mind 格式的文件。现在我们回到插件的参数选择框里，把刚刚我们生成的2个 Mind 文件放入，然后直接点击生成。因为我们在浏览器中使用摄像头必须用 HTTP 或者 localhost 打开网页，所以说这里会有个弹窗提示，教你怎么打开本地服务器去打开这个网页。那我们这里使用 VS Code 的插件，直接启动这个网页服务器，打开刚刚我们生成的网页。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我们的 AR 功能了。然后右上角的各种元素的显示也是可以调节的，包括这个透明度也是可以调节的，来方便我们调试。这个 Lock 功能的话，是我们只要在摄像头和物品不发生相对移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Lock 锁定这个画面，然后去用表针去探测我们的线路之类的操作。但是你解锁了以后，它就会一直去尝试匹配。所以说在开始 debug 之前，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摄像头和 PCB 固定，然后在界面锁定它。最后关于这个插件的 AR 更新，我已经提交 Pra 给官方仓库了，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上线。大家如果想要提前体验，可以去我 Fork 的仓库下载使用，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简介中。最后如果这个内容对你有用的话，记得一键3连，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